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黑人捡到破烂铜盆盛牛奶，结果变成全村首富的故事。电影名字叫做《聚宝盆》。故事一开始便是一个黑人农夫在自家附近挖坑，黑人挖着挖着就挖到了一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铜盆，不识古董的他在将铜盆洗净后便拿去装牛奶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农夫发现自己的脚下汇成了一条牛奶河，再仔细一看，是铜盆正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涌出牛奶。原来这个铜盆是神奇的聚宝盆，往里面放什么它就能无限的复制出相同的东西。就这样，黑人凭借着卖牛奶变成了全村首富。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里，两名小偷潜入黑人的家中偷走了聚宝盆，黑人得知后赶紧带着家丁去追，双方在桥上发生纷争，聚宝盆不小心掉进了汹涌的河里，冲向了远方。后来聚宝盆被一个老妇人捡到，这位老妇人是做米糕生意的，她将聚宝盆洗净后拿去装米糕，结果发现米糕源源不断的从缸子里冒出来，这下老妇人也看到了商机，她丢了一张钞票进去，一下子复印出无数张钞票，这可把老妇人高兴坏了，她赶紧把聚宝盆埋进牛棚里，然后将钱拿去银行存，却不料直接被送进了监狱。原来这个聚宝盆有一个致命的弊端，那就是只会复制，所以老妇人拿去银行存储的现金的编号完全一样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老妇人才会被当成造假币的罪犯抓了起来，飞来横幅变横祸，老妇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0年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一个小男孩这里，骑着自行车载货的小男孩因不小心踩的西瓜皮，结果导致自行车侧翻，车上的鸡蛋被摔得稀巴烂。因为害怕被老板扣工钱，小男孩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，哭声很快引起街上一个漂亮大姐姐的注意。在得知具体情况之后，大姐姐赶紧掏钱给他救急，周围的人见状都被大姐姐的热心肠所感动，于是也纷纷捐钱帮助小男孩。一下子小男孩就挣了好几个月的工资。小男孩带着人间的温暖从地上爬起来，推着车溜进了小巷子里，他将刚刚拿到的钱递给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正是刚刚那个漂亮大姐姐。原来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，这个漂亮大姐姐叫花姐，她是一个行走江湖多年的大骗子。俗话说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一次作案中，花姐和她的搭档曹姐都被抓进了监狱。机缘巧合下，他们与那位曾经捡到聚宝盆的老妇人成为了知心朋友。老妇人告诉了他们自己入狱的原因，同时也跟他们透露了聚宝盆所埋的位置。得知世间有这样一个宝物，花姐和曹姐哪能不受其诱惑？出狱后，他们赶紧根据老妇人所说地点找到了牛棚，可刚一进门就遇到了前阵子刚被他们骗过的受害者。这名受害者叫大白哥，是牛棚如今的主人。前阵子的他不仅被花姐和曹姐骗走了车，还被扒光了身上的衣服，因此丢尽了脸面。现如今冤家路窄，仇人相见，大白哥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二人。大白哥叫来家丁，想要痛扁花姐二人，谁知花姐和曹姐竟身怀着高强的武艺，一番争斗后，花姐和曹姐成功逃脱。二人深知自己身份已经暴露，想要再去偷聚宝盆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为此，他们叫来了一个帮手爆炸哥。你别看爆炸哥的颜值不高，早前他其实是一个大帅哥，只不过后来被坏人下了诅咒才变丑的。变丑后的他因接受不了现实而多次寻死，好在有花姐和曹姐的极力忽悠，跟着我们干吧，只要拿到聚宝盆赚了钱，到时候你想怎么整容就怎么整容，整成吴彦祖都没问题。爆炸哥想了想，确实是这么个理，于是便加入了花姐一伙。有了这个帮手之后，花姐他们再次来到大白哥家里，他们如愿的偷到了聚宝盆，但可惜牛棚里的牛实在太凶猛，他闹出的动静惊动了大白哥，于是花姐等人又一次遭到了大白哥的追杀。最后他们也来到了桥上，被两面夹击的家丁堵住了去路。无奈之下，花姐二人抱着聚宝盆直接跳进了河里，河水虽然汹涌，但却溺不死这两名游泳健将。就这样，这两名江湖女骗子终于如愿以偿，走上了一条致富之路。故事的最后，花姐和曹姐用聚宝盆所创造的钱财去救济周边的穷人，而爆炸哥也走出了颜值阴影，成为了一个大明星。电影结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聚宝盆，你会往里面放什么东西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